总共14人，个个人高马大，个个不怀好意。他们缓缓逼近之际，那股强大的气息早已风卷残云般的席卷而来。这一刻，距离楚风近的人皆是惶恐不已，纷纷散开，躲到100米之外，都不想被楚风牵连。但与此同时，也有不少胆大的向前凑合，想要近距离观赏一场围殴废物的好戏。此时此刻，这下30招收弟子的浩瀚大殿内，人群涌动，热闹非凡。唯有楚风站在原地，嘴角带着一抹淡淡的笑意。楚风师弟，快随我走，眼见不好。那李想赶忙拽着楚风，要带楚风离去。他是想帮楚风。废灵的废物，你在做什么？他还没有加入你废灵，正式成为废灵弟子，你怎么能带他进入废灵？你懂不懂规矩？然而就在这时，那同龄的长老却猛然一拍桌子，愤怒的暴喝一声。而听得此话，李想也是身体一颤，面对同龄的长老，他怎敢反抗，只能默默地退到一旁。李想师兄，多谢你的好意，不过有些不长眼的东西，若不给予他们一些教训，他们是不会正眼看你的。楚风微微一笑，便向那几位走了过去。楚风坚信一句话，不想惹麻烦的时候要忍，但忍无可忍之时，那就无需再忍。连有权有势有背景的人物，楚风该打的时候都照打不误，又何况是这群废物，打他。而在楚风靠近之后，那群人便一拥而上，抡起拳头，抬起腿，以最原始的肉体攻击向楚风捶打而来。可面对众人的攻击，楚风却是不屑地冷哼一声，随后只见其身形一动，便形速如风，势如闪电地发动了反攻。楚风的速度极快，并且出手狠辣，在躲开众人攻击的同时，楚风的铁拳与铁腿已是精准地击中围殴他的众人，拳脚狠辣，招招见血。楚风出手的速度太快，当众人反应过来之际，那些人已是纷纷倒卧在的，或是爆头，或是捂脸，鲜血直流地倒在地上，一边翻滚一边哀嚎，悲惨至极。只在一瞬间，楚风就已经解决战斗。他不仅击败了3名5品武军，2名6品武军，5名7品武军，3名8品武军，还有1名9品武军。但楚风现在却也只是展露出了8品武军的实力而已。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不管对方修为如何，他们的下场全都一样，被楚风一击即中，便倒地不起。但没有人知道，这还是楚风留守的结果，否则这些人就不是出血这么简单了，他们早已粉身碎骨，早已毙命。这一幕来得太快，当真是惊呆了众人。看着那倒卧在地的人们，在场之人无疑不是目瞪口呆，眼中布满不可思议的神情。还有谁想领教我楚风的本领？大可过来一时。就在这时，楚风缓缓地开口了，语气平静，但却霸气十足。这一刻，哪里还有人敢去挑战楚风？尤其弟子们更像是看活阎王一样，离得楚风远远的。这一刻，他们才意识到什么叫做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楚风的实力当真是超乎他们的想象。忽然之间，一阵掌声响起，竟是铁竹林的一位长老，他正满面笑容地向楚风走来，并且那掌声也是他拍的。这位小友叫做楚风，真是好身手啊！你这样的天赋，完全可以加入我铁竹林，而且不用考核。那位铁竹林长老厚颜无耻地说着，全然忘记了先前是如何嘲笑楚风的。是啊，这位小友，我敢保证，以你的天赋，若是加入我铁林，定然会有一番作为。与此同时，铁林的其他长老也是一拥而上，满面笑意地凑了过来。楚风小友能以8品武军胜过9品武军，这乃是逆天战力，而能够拥有逆天战力的楚风小友，自然是一位天才。这样的天才，若是被你们加入了你们铁竹林，那简直就是暴殄天物。可就在这时，那同竹林的众位长老也向楚风走了过来。仔细一看，那位开口的长老正是先前暗示那些弟子可以围殴楚风的无良长老。不过这位长老此刻对楚风的态度早已不再那么不屑，相反，看向楚风的目光之中简直是光芒闪闪，那根本不像是看待一个人，而像是看待一个至宝。并且此刻他已是走到了楚风的近前，一脸和善，笑眯眯地说道：楚风小友，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我同竹林，我保证，只要你加入我同竹林，定然会得到重点培养的待遇，获得其他弟子没有的权利。你们同竹林不要太过分。可是我铁竹林先邀请楚风小友的。见同竹林的长老居然要抢楚风，铁竹林的长老不悦地吼道：这是公平竞争，你们觉得你们有这个资本，大可以让楚风小友加入你们铁竹林啊，不过就怕你们没这个本事。而同竹林的长老不仅毫不退让，更是讽刺起铁竹林来。而听得此话，铁竹林的长老们也是气得不轻，可是却也无话可说。虽然同竹林、铁竹林、废竹林统称为下3林，但也的确有强弱之分，废林最差，这是毋庸置疑的，而他铁竹林便是第2差，比之同竹林的却差了不少。可哪怕如此，他们也并未放弃，而是继续提出条件，极力的邀请楚风加入他铁竹林。虽然楚风的修为谈不上多强，可是能够以8品武军胜9品武军，这绝对是天才。这样的弟子，他铁竹林怎能放过？若是将楚风招收回去，这绝对是大功一件的事。不得不说，在见识到楚风的天赋后，同竹林与铁竹林的长老对楚风的态度皆是180度的大转弯，从满脸的看不起变成了极度的中意，甚至为了楚风而相互争抢起来。真是想不到，这个家伙竟然会是一位天才，这样的天才怎么跑到这里来了？而连长老们都这般了，在场的弟子们一个个的对楚风就更是敬畏有加了。毕竟天才对于他们这样一群人来说，那乃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层次。但同时他们也想不通，楚风这样的天才完全可以加入上3林，怎么跑到了下3林这里？果然，我废竹林是没有这个命，不可能招收到这样好的苗子。在楚风成为众人眼中的香饽饽之际，
费灵的理想则是无奈地摇了摇头。与此同时，他转过身去，便准备就此离开。眼见着铜竹林与铁竹林的长老纷纷争抢楚风，他知道费竹林是没希望招收到楚风这样的弟子了。理想师兄，我们是要回费竹林了吗？可就在这时，理想的身旁突然出现了一道身影，仔细一看，竟是楚风。楚风兄弟，你见到楚风竟追他而来，理想很是不知所措，他实在是想不通，当铜竹林与铁竹林的长老亲自邀请楚风，并且提出那么多优厚的条件后，楚风竟然还会选择加入他费竹林，这实在是不合乎常理。毕竟先不说费竹林的实力远不如铁竹林与铜竹林，并且费竹林也什么都给不了楚风，与铁竹林和铜竹林比根本没有任何优势啊！理想师兄，难道你不愿意让我加入费竹林，成为一名挂名弟子了吗？楚风笑眯眯地说道。愿意，当然愿意。尽管很是不解，但理想还是紧着点头，生怕错过楚风这样一个好苗子。那就把我的名字写到费竹林的挂名弟子名册上吧。楚风指向了理想手中卷轴，只要把楚风的名字写上去，那楚风就将正式成为费竹林的挂名弟子。好好好，这就写。而理想自然毫不犹豫，提笔就要写。住手！可就在这时，那铜竹林的长老却猛然暴喝一声，与此同时再度走到楚风近前，苦口婆心地对楚风劝道：楚风小友，费灵那是废物待的地方，就连那里的长老都是废物，他们什么都给不了你，你去那里简直就是自毁前程啊！是啊，楚风小友，你可要好好考虑一下，千万不要耽误了自己。与此同时，其他长老也是一拥而上，他们都不想错失楚风这样的天才，都是苦口婆心的劝着，这就不劳你们费心了。可是对于他们的劝解，楚风却是淡淡一笑，连话都懒得多说，冷漠至极。说完这句话后，楚风竟直接抢过李翔手中的卷轴和笔，自己在那上面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对于这一幕，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想不到楚风会如此坚决的加入费竹林，那可是连废物都不想去的地方。理想师兄，我们走吧。不过对于众人的反应，楚风却根本不予理会，而是笑着对理想说道：好！此刻理想也惊呆了，听得楚风的话后才缓过神来，转身为楚风带路。就这样，楚风与理想离开此处，前往费竹林，只留下了一群满面不解的弟子以及满面难看的长老。而在理想的带路下，楚风终于见识到了这连废物都鄙视的费竹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里其实很大，是一片辽阔的土地，但是景色却真不怎么样。这里根本没有五至圣土的神奇，更没有落叶竹林的奇景。落叶竹林的竹子不仅光芒闪烁，更是可以高达通天，但这费竹林的竹子既不粗壮，也无特色，甚至还枯黄一片，像是极度缺少营养，要干枯致死一般。而事实上，这里的确就是一片被抛弃的土地，与远处那美丽的竹林相比，这里简直惨不忍睹，如同废墟。不仅没有赏心悦目的自然风光，就连建筑也是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一路走来，楚风更是连一个人影都没有见到，仿佛这片荒凉的土地只有楚风与理想两个人而已。理想师兄，这费竹林该不会只有我们两个吧？楚风好奇地问道。当然不是，我费竹林虽然人少，但也是有着几十位师兄师弟的。理想笑着回道。几十位？楚风已然意识到了什么是几十位，等一下你就知道了。理想笑着点了点头，随后楚风也不再多问什么，直到来到一座古老的宫殿后，理想发出了一个信号之后，这费竹林的师兄师弟们便纷纷出现在了楚风的面前。除了理想外，总共有59人，他们的年龄从10几岁的孩童到上百岁的老人不等，他们有瘸子，有哑巴，还有瞎子，就是没有一个正常人。总之不是缺胳膊的，就是断腿的，全部都是残疾人。至于他们的修为，也是惨不忍睹，他们大多都在五军境，最弱的甚至还在玄武境。这样的修为在东方海域不算什么，若是在九州大陆，甚至还算得上是高手。可是在五至圣土，在落叶竹林这样一个大势力里，简直是不敢想象的，因为这实在是太弱了一些，根本没有立足之地可言。并且听理想所说，这些人便是费竹林的所有人，全部都是弟子，没有长老，唯一的长老便是费竹林的主事人，那便是红强。事到如今，楚风终于知道为何费竹林连那些废物都看不起了，因为这里的确很不堪。不知红强长老现在身在何处？楚风开口问道。他不管这费竹林到底是若何的落魄，红强才是他加入费竹林的目的所在。他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见红强一面。红强大人常年闭关，我来这里3年了，只见过他老人家一面而已。理想说道。常年闭关，那不知道他在何处闭关？楚风问道。这个我们也不知道。理想摇了摇头。这一刻，楚风看向了其他弟子，而那些人也都是纷纷摇头，表示不知道红强在何处闭关。这一下，楚风郁闷了，大老远的赶过来，又费尽心思的混进这费竹林，无非就是想见红强一面。可现在可倒好，这红强竟常年闭关，并且没人知道他在哪闭关，这要楚风去哪见他？红强前辈，红强前辈，红强前辈！无奈之际，楚风只好扯开嗓门大喊起来，他的声音极为响亮，胜过雷鸣，震得竹子摇晃，大地颤动，吓得在场的一些费竹林弟子都是赶忙堵住耳朵，并且连连后退，看向楚风的目光中充满了惧怕与敬畏。不过可惜，楚风喊了好久，吓呆了众位弟子，惊走了飞鸟走兽，可却没有红强的回应。楚风师弟，难道你来此是为了找红强主事？忽然理想问道。楚风并未否认，点了点头。不知楚风师弟与红强主事是何关系？理想好奇地问道。有过一面之缘。楚风说道。这样啊，虽然不知楚风师弟有何事找红强主事，但你若没有急事，
不妨在此等候一段日子。红墙长老是这里的主事，总会现身的。因为我听闻红墙主事虽然常年闭关，并且没人知道他到底在哪闭关，但他却从未离开过废竹林。李想说道。这么说来，红墙前辈还在这废竹林？楚风问道。按理来说，他应该在。李想回道。多谢李想师兄指点。听得此话，已然绝望的楚风心中又焕发起一点希望。他决定自己在这废竹林好好找上一番。他有天眼在，假如红墙真的在废竹林，那么他一定能够找得到。可假如连他的天眼都找不到，那便说明红墙多半不在废竹林，而这说明他与红墙无缘。尽管再不甘，却也只能就此作罢。那样一来，楚风不会留在此处浪费时间，会直接离开。毕竟他还有着很多重要的事要去做。于是楚风开始游走于废竹林内，以天眼认真观察，仔细的搜寻任何一个角落。而这废竹野林很大，哪怕是楚风想要走遍这废竹林的各个角落，也要耗费了不短的时间。此刻天色已黑，楚风在废竹林内足足搜寻了几个时辰，但却一无所获。他好像真的走了辈子，注定不能得偿所愿，见不到红墙，看来真的是白跑了一趟，天意难违啊。此刻楚风站在夜空之上，看着下方的废竹林，脸上充满了无奈与失望，不甘地叹息着。可是忽然之间，楚风瞳孔一缩，眼前一亮，便开始仔细地观察起下方。这该不会是真的吧？而这仔细一看不要紧，楚风却早已是神情大变，本失望的眼中布满了吃惊与狂喜之色，在那郁闷的脸上更绽放起了灿烂的笑容。此时此刻，楚风紧紧地凝视着下方，目不转睛，却又神情激动。他已经很久没有这般激动过了，因为在夜色之下，他站在高空之上，从上向下纵观废竹林的景色，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废竹林这片本如废墟之地，竟构成了一幅神秘的图形。那图形拔地而起，却又隐藏其中，但的确形成了一朵巨大的莲花。那莲花正盘踞在这废竹林的地底深处，常人看不见，但却瞒不过楚风。察觉不对，楚风便动用天眼，而天眼一现，楚风的双眼更是变得不得了。所有的一切他看得更加清晰，凡是那莲花覆盖的地带，皆是散发着淡淡的金色光芒。那金光拔地而起，直冲云霄，直到千米处才渐渐消散。天地奇物，此番景象定然是天地奇物，并且此等光芒，说明此物非同小可，定是孕育许久，近乎大成。哈哈，真是想不到，在这里竟然会寻得天地奇物，真不枉费我千里迢迢来到此处。这是天意，绝对的天意，这是天在助我。此刻楚风欣喜若狂，简直激动得不得了。天地奇物，那往往代表着修炼资源，而楚风最为需要的是什么？正是修炼资源。楚风，不要大意，这个天地奇物可比你之前遇到的都要厉害得多，它多半已然大成，虽然是异物，但也极为残暴，不可小觑。淡淡提醒道。放心，我已有准备。楚风微微一笑，如今他的戒灵之术如此之强，实际上就算不用淡淡提醒，他也能意识得到这里的天地奇物非常厉害。甚至当他确定此处藏有天地奇物的那一刻，他便在无形中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那压力来自天地奇物，他似乎在告诉楚风不要打他的主意，否则后果会很严重。五之圣土的天地奇物果然是不同凡响。嘿，不过不管你有多厉害，我都要将你给揪出来，我可不会放过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上天赐予我的机会。楚风微微一笑，随后便身形一转，向李想等人的住处前进。发现了天地奇物，在寻得他之前，楚风自然不会离开。不过这天地奇物隐藏得很深，楚风又不能弄出太大动静，所以只能凭借天眼慢慢搜寻天地奇物孕育的巢穴，再将它擒拿炼化。而这往往是需要时间的，至少短时间内是无法完成的。所以楚风要先融入这废竹林，不让人怀疑他的动机才行。楚风师弟，你回来了，怎么样？找到红墙主事了吗？见到楚风归来，李想等人高兴坏了，他们似乎都不希望楚风离开废竹林。没，楚风微笑着摇了摇头，虽然没能找到红墙，但却发现了天地奇物，所以他先前的低迷情绪不但一扫而光，此刻更是心情大好，心情不错，也就变得乐于助人。所以此刻楚风扫了一眼在场的众人后，便说道：我对结界之术的疗伤之法倒是精通一二，能够帮助你们修复肉身。可是听得楚风之话，那些残疾的废竹林众弟子们不但没有流露出丝毫的喜悦之情，反而一脸的慌乱，甚至有些惊恐。诸位师兄师弟放心，疗伤之时我会以药物麻痹你们的知觉，你们不会感受到疼痛，我保证在你们毫无疼痛的情况下便恢复肉身，做回一个正常人。楚风还以为对方不相信自己的结界之术，所以笑着解释道：楚风师弟，你跟我来一下。就在这时，李想开口了，且说话之间向一旁的竹林走去。见状，楚风也赶忙跟了过去。他知道李想是有话要对他说，算了吧，他们并不想恢复肉身的。停下后，李想说道：为什么？楚风很是不解，你是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变成这副模样的。李想说道：怎么变的？楚风追问起来，他已经意识到这其中肯定有难言之隐，他们是被人打成这个模样的。李想回道：被谁打的倒是看出来了，不知是被何人所伤。楚风问道：其实不是外人，是被铜竹林和铁竹林的弟子打的。李想说道：什么？竟是同门弟子所伤？听得此话，楚风很是吃惊。没错，正是同门所伤，并且他们还说过不允许废竹林的弟子疗伤，否则见一次打一次，一次比一次惨。因为在他们看来，废竹林的弟子就只能像废物一样活着，连具备完整肉身的资格都没有。
只能做个残疾。李想说道：“竟然有这种事？难道说那些孩子的伤也都是他们打的？”楚风气愤不已，尤其是想到那些缺胳膊断腿的孩子后，那种怒火更是难以抑制的在体内爆发开来。欺辱成年人也就算了，竟然连孩子都欺辱，这也实在太过分了一些。没错，都是他们打的，他们根本不将我废竹林的弟子当人看，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他们都照打不误，绝不留情。李想说道：“真是岂有此理，竟然连小孩子都不放过，他们还是人吗？难道他们这样，长老们就不管吗？”楚风很是愤慨地问道。红墙主事常年闭关，而除了他之外，废竹林内就没有长老了。管？谁能管？难道是其他竹林的长老要？他们看热闹还来不及，怎么可能会管我们？在他们来看，废竹林的弟子根本不是人。李想无奈地叹息道：“这也太不人道了！落叶竹林这样对待你们，你们为何还要留在这里？”楚风很是不解，在这里的都是可怜之人，没天赋，没背景，甚至连家人都没有，出去能做什么？什么得不到。可在这废竹林内，尽管不受人待见，甚至受人欺辱，可起码还有吃有住，有修炼资源可拿，有玄功武技可修。李想说道：“原来是这样。”这一刻，楚风终于明白了，虽然废竹林的人看着可怜，但实际上也是你情我愿的事。他们之所以被看不起，那是因为他们自己已经丢掉了尊严，这也怪不得别人。在此之后，楚风又与李想聊了许多。李想身为废竹林的弟子，之所以身体完好无损，那是因为他本是同竹林的弟子，他是因为犯了事情，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才被罚来到了废竹林。他要在废竹林做3年的弟子，才能回到同竹林继续修炼。并且李想还有一个弟弟，他那弟弟叫李晓，乃是一位天才，在同竹林的弟子之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所以自然没有人敢动李想。而来到废竹林后，李想也曾想过改变这里的现状，想要帮废竹林的弟子找回尊严，于是便凭借自己的结界之术，帮助他们修复了肉身。不过可惜，除了他自己，他谁都保护不了。在帮废竹林的弟子修复肉身没多久，李想便亲眼见证了废竹林的弟子们被同竹林以及铁竹林的弟子给活活打残的一幕，而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被他疗伤的人被活生生的打残、挖眼、割舌、扭手、斩臂，血腥的一幕不断在废竹林的弟子身上上演。可他除了袖手旁观，却无能为力。看着他们承受那样的痛苦，李想自责不已。他觉得是自己的错，假如不是自己帮助他们恢复肉身，他们也不会遭到新的折磨。悲愤交加的李想并未善罢甘休，而去找了他弟弟李晓帮忙，想要让他的弟弟帮废竹林的弟子报仇。可是他的弟弟却劝李想不要多管闲事，安心在废竹林受罚，待得3年刑罚期已过，就可以回到同竹林了。尽管很不甘心，可是自身实力实在有限，无奈之下，李想也这样安稳了下来。如今他的刑罚期已到，过不了多久就可以回到同竹林了。这也是他为何这么希望楚风能够加入废竹林的原因。他看得出来，楚风很厉害，比他厉害得多，并且楚风是一个有尊严的人。也许楚风在废竹林能够让废竹林的弟子过得舒服一些，因为同竹林与铁竹林的弟子欺负废竹林弟子的方式有很多，哪怕废竹林的弟子以残疾的身躯生活，可那些人也不会就真的放过他们，他们还是会时不时的来到废竹林，以各种理由、各种方式来欺辱废竹林的弟子。他们不高兴的时候会来欺辱废竹林的弟子，他们被人欺负的时候会来欺辱废竹林的弟子，甚至他们没事做、闲得无聊的时候也会来欺辱废竹林的弟子。废竹林的弟子就像是他们的玩偶，是他们的出气筒。我今日在废竹林内逛了许久，发现废竹林内很多地方都有大便等物质，那应该也是他们所为吧？楚风问道。他们每次都会来废竹林方便，把我废竹林当成了厕所，并且还不允许废竹林的弟子清扫，因为他们觉得废竹林就是一个肮脏的地方，本就应该处处是大便。李想回道，还真是够缺德的，难不成他们真把自己当成了天才？楚风冷笑，同竹林与铁竹林的弟子也不过是下3林的而已，他们在上3林眼中也是废物。可就是这样一群废物，竟然这般羞辱废竹林的弟子，实在是欺人太甚。你说刚来废竹林的时候见过红墙前辈，那这么说来，他肯定知道废竹林弟子的遭遇，难道身为主事长老的他就从没有说些什么？楚风再度询问，他想知道红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怎么废竹林落到这步田地他也不管？难道说想当初他在东方海域见到的世外高人，在五之圣土却也是一个废物级的存在，连自己的地盘被人拉屎撒尿，自己的弟子被人随意欺辱，他都不管？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红墙主事，可他只说了一句话：尊严是自己的，若是连自己的尊严都可以不要，而为了一些微薄的利益而甘愿受辱，这样的弟子不配做他废竹林的弟子。李想说道。他只说了这些，楚风有些欣喜，因为红墙长老的这句话与他想一块去了，这说明红墙并不是没能力保护他们，而应该是觉得这群弟子不争气，所以才不帮的。不，在说了这句话后，他又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也与他们一样，喜欢待在这里就待在这里受尽，不喜欢待在这里就趁早离开，虽然会失去一些资源，但至少能重拾尊严。说完这句话，他便离开了。我再也没有见过他，所有人都说他是去闭关了。我本想在他出关之时再与他聊一聊，虽然他不管废竹林，也不管废竹林的弟子，有违主事之名，可我总觉得红墙主事并非表面那般窝囊，甚至还有些神秘。不过可惜，这一次闭关的时间比以往都要长，足足3年，他都未曾在线。李想遗憾地摇了摇头，红墙前辈的话的确另有深意。楚风也是点了点头，随后问道：
那他以往闭关一般多久出关？据说1个月、2个月、3个月不等，最多的时候也只是闭关半年。可这一次着实久了一点，所以这3年废竹林最惨。当初废竹林的弟子虽然遭受欺辱，可至少还没人敢随意在废竹林大小便。但是现在随着红墙长老消失了整整3年，已经没有他们不敢做的事了。李想苦笑着说道，他虽然来这里也只是3年，可却亲眼目睹了外灵对废竹林的打击与羞辱是如何愈演愈烈的，连主事长老都没了，受欺辱也是正常的。楚风叹息一声，但却不再责怪红墙，他觉得红墙多半还是他印象中的那位世外高人，只是性格有些古怪而已。楚风师弟，你能守护这里，你会守护他们的，对吧？忽然李想问道，眼中充满了炙热与渴望。楚风有些意外，没想到李想会突然说出这样一句话。我看得出来，你与我们不同，你是一位有尊严的人。我知道，真正有尊严的人不仅仅会守护自己的尊严，也会守护同伴的尊严，甚至守护同门的尊严。李想说道。听得李想的话后，楚风笑了，笑得很是无奈。李想师兄，我不会一直待在这里，我来这里是为了见红墙前辈，我只等他一段时间，目测不会超过1个月。1个月后，不管能否见到红墙前辈，我都会离开。你要我现在守护废竹林，我可以做，我也有着一些自信，能够暂时守护着废竹林的安宁。但是我走了之后呢？废竹林的弟子将面临什么？李想沉默了，他没想过这个问题，但他现在却能够想到，假如楚风在的时候守护住了废竹林的尊严，那么在他走之后，废竹林的弟子们将面临的绝对是更为惨烈的欺辱。其实红墙前辈说得很对，尊严是自己的，他们自己都不在乎，我怎么守护？楚风笑着拍了拍李想的肩膀，不，我在乎。可就在这时，一个稚嫩的声音突然响起，顺声观望，一个只有12岁的男孩。这个小男孩穿得很是破旧，头发也很凌乱，像是一个小要饭花子，可是他的脸上却仍有着属于孩童的稚气，他还是一个男孩，而不是一个男子汉。不过在这个男孩却没了一条手臂，并且只有一只眼睛，而在他那丢失的眼睛以及丢失的手臂上都留着触目惊心的疤痕。这位师兄，我在乎尊严，我也想找回自己的尊严，我要回完整的肉身，你帮我恢复好不好？这个男孩走到楚风的近前，满脸诚恳地请求道。这一刻楚风动容了，这个小男孩虽然只有12岁，但已是玄武一众的境界，这样的境界在五之圣土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若是在九州大陆甚至东方海域，那可就是1号绝世天才。毕竟楚风15岁的时候还在灵武境，那个时候玄武境的强者对于楚风来说是非常恐怖的存在，而这个小男孩只在12岁就已是玄武境一众的实力。不过很可惜，这个小男孩生活在一个非常残酷的修武世界，那便是五之圣土，所以哪怕他小小年纪已有玄武境的修为，可是在大部分人眼中他也只是个小废物罢了。他叫小明，8岁之前他生活在一座大户人家，可是8岁那年家族被灭，他是唯一生还下来的人，后来被我废竹林的少师兄遇到，看他可怜便带入了废竹林。李想在一旁讲述起小明悲惨的身世。你真的想找回自己的尊严，恢复自己的肉身？楚风问道。我身负血海深仇，若是连尊严都找不回来，我拿什么报仇？我要尊严，我要做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唯有这样我才有资格去讲为家人报仇之事，否则我连报仇的资格都没有。小明信誓旦旦地说着，尽管年龄还很小，但眼中却有着一抹凌厉。楚风能够看到他的身上的确背负着沉重的东西，灭族之仇，楚风也经历过，那种迫切复仇的心情，楚风最为清楚。好，我帮你。楚风并未犹豫，他决定帮助这个背负着血海深仇的男孩。小明，你在这里做什么？快跟我回去！可就在这时，一个中年大汉突然一瘸一拐地跑了过来，抓住小明的手，便要带小明走。他便是少师兄，当年小明就是他带回来的。虽然他俩没有血缘关系，可是这4年时间，少师兄待小明如己出，除了不能保护小明外，他都对小明非常好，甚至把自己一部分的资源留给小明使用。李想再度暗中说道：不，我不要，我要找回尊严，我要为家人报仇，我才不要一直做窝囊废。这一刻，小明变得激动，在少师兄的手中挣扎着，嘶吼着，可是他只有一只手，并且在武君境的少师兄面前显得很无力，根本无法挣脱。小明，你犯什么糊涂？杀你家人的不是寻常人，你不可能报仇的，还是好好做一个平常人，安稳的度过余生吧。少师兄劝道。不，我不管他多厉害，我都要杀了他，否则我对不起我的兄弟，对不起我的姐妹，对不起我的叔叔伯伯，更对不起我的父母。小明挣扎得越来越厉害，喊得越来越凶，眼角已然流出泪水。你这孩子真是翅膀硬了，越来越不听话了。少师兄也不再废话，强抓着小明便要离开，放开他。可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忽然响起，连天地都是为之一颤，竹林更是剧烈摆动起来。而这种情况之下，那少师兄则是被吓得身体一颤，赶忙放开了抓住小明的手，向后倒退数步。只在这一刻，他的脸色苍白，满头大汗，被楚风吓得不轻。小明，我再问你一次，你是想恢复肉身，找回自己的尊严吗？楚风再度问道。这位师弟，小明还小，他说的话你不能当真。见状，少师兄赶忙插嘴解释。你给我闭嘴！楚风剑眉倒数，怒喝一声，吓得那少师兄身体一僵，宛如石化一般，愣在了原地。他被人欺负了这么多年，以为自己什么样的恶人都遇到过，但就在刚刚，他发现他错了。此时此刻，站在他面前这位彬彬有礼的年轻人，比他之前遇到的所有人都可怕，宛如魔鬼一般，让他不敢再乱说话，否则对方可能真的会杀了他。小明，
自己的事情自己决定，你是要找回尊严，为家人报仇，还是丢掉尊严，任人欺辱，永远都做人下人？楚风再度问道。我要找回尊严，我要为家人报仇，我不要做人下人，我要做人上人。小明歇斯底里的大喊起来，此刻他的情绪有些吓人，根本不像是一个孩童，但在楚风看来，这才是真正的他。好，我就帮你。在此之后，楚风便亲自布置阵法，为小明凝聚肉身，使得他的肉身再度变得完整。楚风师兄，你好厉害，竟然这么快就帮我恢复了肉身。上次理想师兄帮我恢复肉身，弄了好久。小明看着自己完好无损的肉身，又蹦又跳，高兴得不得了，展现出了他童真的一面。不过，他也感觉很不可思议，因为楚风这恢复肉身的方法实在太快了，几乎只在一瞬间就已经完成，这让他感觉非常的神奇，有些难以置信。但与此同时，他对楚风却更加崇拜，觉得楚风非常的厉害，比理想说的还厉害。事实上，此时此刻，就连一旁观看的理想与邵师兄也都被惊呆了，他们还从没见过有人的结界之术这么厉害，能在眨眼之间便帮人恢复肉身的，这简直连专修界灵之术的长老都无法做到，实在让他们大跌眼镜。而对于小明等人的惊讶，楚风只是微微一笑，他结界之术厉害，这是毋庸置疑的。不过，他能够这么快帮助小明恢复肉身，可不只是靠界灵之术，其实他主要靠的是另一个手段，那便是秘技朱雀复活术。楚风的朱雀复活术不仅能够快速的帮自己恢复肉身，止血疗伤，同样也可以帮助他人。不过因为不想让人知道自己得到了清玄天的传承，所以楚风不敢在任何场合使用4种秘技，但这朱雀复活术除外，它的疗伤效果很神奇，并且配合结界之术，不会让人发现有何不对，所以楚风才敢使用。小明，你知道你的仇人是谁？楚风问道。我知道，永远也不会忘记他的模样。小明以稚嫩的声音说着，可话语之中却满含仇恨。告诉我他是谁，我帮你杀了他。楚风试探性的问道。不，我要自己杀了他，亲手为我的家人报仇。小明拒绝道。哈哈，好样的，这才像个男子汉。楚风高兴的大笑起来，他很欣赏小明这样的性格。假如小明真的要楚风帮他解决仇人，楚风出于同情也许会帮他，可是小明若质疑自己报仇，楚风虽然不会帮他杀仇人，但却会给予他其他帮助，并且会更加欣赏他。小明，拿好这个，若是铜竹林和铁竹林的人还敢欺负你，就用这个捏碎这道通信符，我会来救你，替你教训他们。楚风将一道通信符递给了小明，他知道小明身体完好，若是遇到那群丧心病狂的人，肯定会折磨小明。楚风不想让小明再经历那样的痛苦，所以必须保障小明的安全。谢谢楚风师兄。小明很聪明，明白楚风的意思，小心翼翼地接过了通信符，没有放入乾坤袋，而是放入了自己的怀中。在此之后，楚风便正式成为了废竹林的挂名弟子。他与众人一同在那座破旧的宫殿内睡了一晚后，便开始搜寻那天地奇物藏匿在何处。天地奇物似是上天赐给修武者的宝贝，所以虽然他们隐秘，却也能为大智慧者寻到。最神奇的是，天地奇物孕育之时，还会形成一个通道，直达它孕育之处的通道，而有通道就有入口，只不过那入口很隐秘，没有一定的手段，休想寻的。而同样的，若是无法寻得入口，那也别想找到天地奇物。而楚风要做的，就是找到那藏匿于废竹林某处的入口。楚风这一找就足足3日，3日时间，他也不是一无所获，相反收获不小，距离那入口已是越来越近。而这3日的时间，废竹林也很宁静，没有任何人来打扰，这让废竹林的弟子感到很是高兴。他们都觉得可能是楚风真的厉害，他加入废竹林的消息传了出去，所以铜竹林与铁竹林的弟子才不敢来废竹林了。对于这些，楚风并不在乎，因为他压根就不怕铜竹林与废竹林的弟子，他在乎的是天地奇物。好在上天待楚风不薄，终于在第4日的清晨，楚风寻得了那天地奇物的入口。这比楚风预想的要快，这入口非常隐秘，一眼望去就是一片寻常的土地，唯有在特殊的地点分别布置不同的破解阵法，才能让这里显露原形。眼下此处已被楚风破解，并且楚风已深入其中。这是一个地底岩洞，几乎笔直而下，直入地底深处。而在岩洞的周围，还有着如同植物一般的深蓝色物体，这些物体长着尖锐的刺，如树藤一般攀附在岩洞周围，闪闪发光，却又危机四伏。那是天然形成的守护物质，它们的存在就是用来守护天地奇物的。它们本应该封锁岩洞，让人无法进入其中，但是眼下它们却攀附在岩壁上，并未阻挡入口，仿佛失去了它们本该有的战力一般。有人来过这里？楚风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你确定？听得此话，淡淡也变得紧张起来。这里藏着的可是天地奇物，若真的有人来过这里，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至少说明这里有天地奇物的事情已经有其他人知道了。我确定，尽管已然退化，但我还是能够从这些守护物质中看出被斩断的痕迹。尽管过了很久，但他们的确是被斩断了。楚风说道。可是此处气息很浓，天地奇物应该还在才对。淡淡说道。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了，的确有人来过这里，不过却无功而返。楚风说道。会是红墙吗？淡淡问道。不知道，不过这些守护物质被斩断的时间很久远，起码2000多年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红墙前辈。楚风说道。无所谓了，进去瞧瞧，不过小心一点。淡淡说道。楚风点了点头，随后便更加小心翼翼，因为这里有人来过的迹象，这就多了一种危险的可能。这个可能不是来自天地奇物，而是来自人类。在这种情况下，楚风行进的速度很慢，可直到他前行的岩洞从笔直变成了平行，
走了很深很深，却仍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这一刻，楚风止住了步伐，因为在他的眼前出现了一个宽阔的岩洞，这岩洞很大，并且很美，像是大自然雕琢而成的宫殿。而在这美丽的岩洞之内，竟有着一座棺材摆放在岩洞的正中间。那棺材乃是水晶所造，光芒闪闪，却又透明，能够看见里面躺着一名女子，美，很美。美帝极为优雅，美帝气质非凡。她身穿一件粉红色的长裙，长裙上绣满了白色的蝴蝶，栩栩如生，仿佛随时会自那裙摆飘舞而出一般。她的双手白皙而修长，叠放于胸前，就那样安详地躺在这里，不像是一个尸体，而像是一个仙子。不过她真的死了，早已没了一丝气息，并且看样子应该死了至少上千年。哈哈，太好了，楚风，这次我们真是赚大了。这里不仅有天地奇物，竟然还有着这样一位死去的修武高手，并且本源保存完好，这简直就是为本女王准备的一道大餐呀！楚风，快快打开这棺材，炼化了他的本源，本女王定能修为大涨。哈哈，这次实在是太幸运了。这一刻，蛋蛋狂喜无比，激动得又蹦又跳，不亦乐乎。虽然那棺材隔绝了一切，根本无法感受到女子生前是何修为，但蛋蛋却能够通过楚风的感应得知，这女子定是一位修武高手。而尸体既然能保存完好，说明本源尚在，这叫他如何能不高兴？不行，这棺材是至宝，我别说打开，想挪动一下都难，也无法将其收走。楚风摇了摇头，难道就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淡淡问道。真的没有办法，这棺材是剑至宝，不仅让他上千年肉身不朽，更是坚固如铁，沉重如山。莫说是我，恐怕寻常的黄袍界灵师都拿他没办法。楚风如实说道。他感应敏锐，能够察觉到此女已死，也同样能察觉到这棺材的非同小可。真是可惜，眼前有这样一道可口的大餐，却无法享用，真是让本女王闹心。淡淡气的小脸通红，急得原地直跺脚。该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该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难以强求。我现在拿他没办法，这是事实。不过这不代表我以后拿他没办法。假如除了我们无人发现此处的话，那他早晚都会是你的。楚风安抚道。道理我懂，只是到嘴的美味无法品尝到，真是让人心痒痒。算了算了，本女王什么没见识过，这一点小诱惑我能忍。现在我很好奇，这个丫头到底是谁？究竟是有人将她埋葬此处，还是她自己沉睡于此的？淡淡好奇地问道。那里有一座墓碑，上面也许有答案。楚风指着棺材后面，那里的确有一座玉制的墓碑，这墓碑也是一件宝贝。楚风背对着他，哪怕动用天眼也看不到另一边的内容。不过可惜，这墓碑与这棺材相连，似乎同是一体，根本无法拿走。快去看看上面写着什么。淡淡催促道。楚风点了点头，便向那墓碑的正面行去。而来到正面，楚风则是眼前一亮。虽然这墓碑之上并没有写着这女子的来历，但却写着一首诗。这首诗写得很是情深，仿佛摄入了笔者的情感与经历，让人只看一眼便为之心动，似是亲身经历了那诗中的一切。我生君未生，君生我已老，恨不生同时，日日与君好。我离君天涯，君隔我海角。化蝶去寻花，夜夜栖芳草。看完这首诗，楚风不由得再度看向了关中的美丽女子，这才发现这女子虽然面容平静，但若仔细观看，却能够看得出来，她实际上满怀忧伤。相恋不能在一起吗？真是可怜啊！不知为何，突然有一种不忍炼化她本源的冲动了呢。淡淡有些失落的叹息道：想不到我的女王大人也有如此煽情的一面。楚风笑嘻嘻的道：本女王善良着呢。淡淡撇了撇嘴，随后说道：别管这里了，还是继续前进吧。天地奇物要紧。好的，我想那天地奇物距离我们应该不远了。楚风微微一笑，便继续深入。其实他比淡淡还心急，不过很是可惜，他深入还没有多久，便被一道结界大门挡住了。而那结界大门不是自然形成，而是界灵师所布，是黄袍界灵师的手段。楚风眉头紧皱起来，这结界大门乃是黄袍界灵师所布，并且非常复杂，甚至蕴藏杀机。以现在的楚风来说，根本无法破解。从这结界纹路来看，这结界大门布置的时间没有多久，不超过100年。可那女子死了也有上千年，甚至更遥远。难道还是有人发现了此处吗？这一刻，淡淡也是担心起来，这都无法推断了。不过这里有其他人知道，并且有其他人来过，而那人实力还要在我之上，这是肯定的了。楚风说道。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难道要无功而返？淡淡问道。我也不想无功而返，可是实力不够，又有什么办法呢？楚风叹息一声，此刻他真是郁闷极了，费了这么大的劲，结果却是一场空，这真是想不郁闷都难。别怕，该是你的终究是你的，别人抢不走；不该是你的终究不是你的，难以强求。淡淡笑嘻嘻地说道。你这丫头！楚风气得肝疼。先前楚风说这番话，那可是浓浓的安抚意味，但是这番话自淡淡口中说出来，可就是浓浓的讽刺意味了。罢了，天意难违，现在的我还是太弱。楚风叹息一声，果断转身，不在此浪费时间，而是离开此处，因为他知道在这里浪费时间也是没用的。他没破开这结界的实力，也没有打开那棺材的能力，他与淡淡此次都要无功而返。不过楚风却也没有泄气，因为总归也是有着一些好消息的，那就是天地奇物气息还在，说明天的奇物没有被拿走。只要天地奇物在，就有机会。尽管机会渺茫，但总归比没有希望要好。糟了，可是
就在楚风刚要走出这个底深处的岩洞通道之际，他却是神色大变，因为他感受到了一丝波动，那个波动是他给小明的那道通信符中传出的，这说明小明捏碎了通信符，多半是出事了。想到此处，楚风不敢怠慢，施展人净幻光诀，便化作一道流光，急速的飞掠而出，眨眼间便离开了岩洞。而当楚风自岩洞走出的那一刻，这片地表竟也在瞬间恢复，化作了寻常土地的模样，隐藏得非常完美。对于这神奇的变化，楚风也懒得理会，而是直接向那波动传来的方向飞掠而去。他要尽快赶到，否则小明很可能将会大祸临头。人净幻光诀之下的楚风速度奇快，当真如光一般，飞掠于废竹林内。这种情况下，他很快便抵达了那波动传来的地方。不过当抵达之后，令楚风意想不到的是，此刻浮现在眼前的一幕却与他预想的完全不同。眼下出现在楚风面前的并非是小明他们，而是另一群人。他们总共有35人，个个凶神恶煞，不怀好意。他们都是落叶竹林的弟子，但却身穿不同的服饰，实力也是根据服饰的不同能够分得出水平高低。他们来自不同的竹林，其中人数最多的是经常来废竹林撒野的铜竹林与铁竹林弟子。不过除了铜竹林与铁竹林的弟子外，还有金竹林与银竹林的弟子，而他们之中实力最强的乃是一位金竹林的弟子。他神情冷傲，态度嚣张，莫说看向楚风，就连对其他人也是一脸的不屑，一副独孤求败，舍我其谁的模样。而他的修为却也不过是2品武王而已，这样的修为与在场的其他人比，的确算是很强，但是与楚风比，简直就是渣渣一般。不过楚风关心的不是这些人的来历和修为，楚风关心的是那位金竹林弟子的身上竟有着点点的血迹，那血迹还未干，说明沾染不久，并且他们没有受伤。那血迹不是他们的，既然不是他们的，那又会是谁的？多半是废竹林弟子的。你就是那个楚风吧？找你不容易啊，还要用通信符才能把你引来。你这家伙胆子不小，竟敢擅作主张帮那个小废物恢复肉身，你知道这样做的后果吗？不仅他要被废，你也要被废。来，过来，跪地磕头，给爷跪舔，爷留你一只眼睛。见到楚风，那些人面带冷笑，一脸狰狞地向楚风走了过来。而就在这时，只见楚风大袖一挥，一阵狂风便猛然掀起，只是瞬息之间，便将那35人尽是掀翻在地。与此同时，一股磅礴的威压也是自楚风的体内散发而出，席卷而散，将那些倒卧在地人们死死地压迫在地上。忽然之间的变化让他们感到猝不及防，又惊又怕。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会这么强大，不管他们来自那座竹林，不管他们有着怎样的修为，此刻都如同死狗一般被压迫在地上，仿佛肉身在下一秒就会粉碎。救命啊！忽然之间的变化让他们感到猝不及防，又惊又怕。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楚风会这么强大，而惊恐之余，他们哪里还敢逞凶扬恶，能做的只是惊慌的哀嚎，因为他们都不想死。告诉我他们在哪？楚风开口问道。他已经意识到他来晚了，现在小明他们多半是已经遭到了这些人的毒手。尽管已经猜到小明他们可能遭遇毒手，并且眼前的这些人很可能就是罪魁祸首，楚风早就愤怒不已，恨不得将这些人碎尸万段。可他却仍然保持着一份冷静，而正是这份冷静能够清晰地决策出现在要做的不是惩罚这群杂碎，而是先找到小明他们。你是什么人？你这样的修为来这里做什么？你到底有何目的？相比于其他弟子，那位金竹林的弟子倒是颇为冷静，他没有胡乱哀嚎，竟然质问起楚风。可是楚风却是刁都不刁他，只见其忽然抬腿，随后猛然踩下，只听咔嚓一声，便踩在了那金竹林弟子的手掌之上。这一卡，那位金竹林的弟子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声，因为楚风不只将他的手踩得血肉模糊，更是踩得粉碎，那种钻心的痛让他难以忍受。我问你答，休要讨价还价！楚风杀意十足，气息异常冰冷。他们在他们住的地方，全在那里。这一刻，那位弟子不敢再废话，忍受着废手之痛，为楚风指路，等下再好好收拾你们。楚风冷哼一声，随后大袖一挥，一道磅礴的结界阵法便从楚风体内散发而出，随后化作道道金光从天而降，化作了一道结界阵法。那结界阵法不仅将这35人覆盖，更是将他们包裹在其中，并且还在急速缩小，最后竟然化作了巴掌大小的光球。这是一种束缚阵法，与乾坤袋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却比乾坤袋还厉害，是一种能够关押生灵的一种强大阵法。这样的手段对戒灵之术要求极高，哪怕寻常的金袍戒灵师也无法掌握。但是楚风不但掌握，更是能够随意施展。将他们关在牢笼阵法中后，楚风直接将这牢笼阵法丢入了乾坤袋内，随后便赶忙向众人居住的宫殿飞掠而去。而当楚风赶回那破旧的宫殿之际，哪怕他也有心理准备，可是看到那一幕后，仍是内心一颤，一种难以言表的愤怒情绪充斥全身。眼下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废竹林的所有弟子，他们大多完好无损，正满面恐慌地站在一旁，束手无策地注视着2个人。那2个人倒在了血泊之中，他们的双臂双腿都被硬生生地斩断了，残肢断臂就在他们的身旁，甚至他们连双眼都被挖了下来，连舌头都被割掉，场面异常血腥，极度悲惨。而这2个人竟是废竹林内与楚风关系最好的2个人，一个是李想，另一个是小明。该死！楚风知道他是真的来晚了，自责的情绪无法控制地涌动全身，但他却知道他现在应该做的并不是自责，而是尽快帮助小明与李想治疗伤情。他们伤得实在太重了，
不仅仅是体外伤，还受了内伤。那刀剑洞穿过他们的身体，所以丹田与内脏也是受了不同程度的伤。楚风必须马上替他们治疗，否则他们很可能因此成为废人，甚至因此而丧命。而在楚风疗伤的时候，那些先前只能袖手旁观，连上前帮着李想与小明包扎伤口的勇气都没有的弟子们，竟然开始喋喋不休地指责起来。看吧，我就说不要恢复肉身，就是不听。这下可倒好，被打得这么惨，可能连命都保不住了。就是口口声声说要找回尊严，尊严找回来有什么用？守护不住，还不是会被人硬生生的践踏，真是害人不浅啊！虽然他们没有直接攻击楚风，但是这言中之意就是在责怪楚风。楚风本就心烦意乱，哪里听得了他们说这些废话，所以他也并未忍受，而是果断爆发，都他妈给我闭嘴！一声怒吼震天的，仿若地雷惊天起。这道怒喝震动的大地摇晃，甚至浮现出道道裂痕，震动的天空颤动，甚至虚空也为之扭曲。楚风真的是怒了，他怒的不仅仅是这些人说这些废话，更多的是小明与理想被人打得如此之惨，而当那阵阵余威横扫八方之际，更是使得在场之人左右摇晃，一个个无法站稳，皆是摔倒在了地上。他们或是四脚朝天，或是俯趴在的，虽然摔得不重，但也使得他们为之心惊。现在说这种风凉话有个屁用！小明和理想师兄遭遇毒手的时候，你们又在做什么？他们身负重伤的时候，你们又在做什么？既然嘴上功夫这么厉害，怎么不对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去说？你们懦弱的屈服外，还能做什么？除了袖手旁观，就唯有见死不救。楚风冷冷地说着，他句句属实，毫不留情，直捅他们痛处。而至于那些废物们，早就被楚风那一声怒吼吓得魂飞魄散，瑟瑟发抖，就连直接尿了的人都不在少数。在意识到楚风的可怕后，他们哪里还敢反驳楚风？简直连与楚风对视的勇气都没有，一个个的像个乌龟一样蜷缩在地，低着个头。废物！楚风讽刺地突出这两个字后，便继续专心地替理想与小明疗伤。虽然此刻他们的肉身已在楚风那神奇的秘籍朱雀复活术的威势下成功恢复，但是丹田却没那么好修复，哪怕是楚风也要认真对待。我们是废物，那你是什么？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很低，但却满含讽刺的声音忽然在人群之中响起。你说什么？楚风回过头来，直接将目光投向了那位将小明带大的邵师兄。尽管他声音说得很低，甚至声音还做过了处理，但楚风还是听出来是他说的这句话。邵师兄显然没有预料到楚风的耳朵这么灵敏，竟然知道是他所说。本就对楚风极为畏惧的他，这一刻真的是吓瘫了。那瑟瑟发抖的身体能够让人知道此刻的他是有多么害怕。看邵师兄那胆怯的模样，楚风冷冷一笑，随后说道：看你这个怂样，口口声声说小明就像你的亲儿子，你可以为小明付出一切，可是小明被打的时候你在哪里？小明受伤的时候你又在哪里？小明被打的时候你不敢插手，就连打小明的人离开后你都不敢去替小明包扎伤口，这就是你对待亲儿子的方式吗？这就是你所谓的付出一切？我呸！你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懦夫，一辈子都是个缩头乌龟。你不会真的为小明付出，至少在小明需要你的时候，你不会挺身而出。你住口！忽然，邵师兄爆发了，似是被楚风刺激到了一般。本是极为胆怯的他，此刻竟然敢对楚风大吼大叫。你根本没资格责备我，因为你根本不配。若不是你说什么尊严，小明根本不会有今天，而理想也不会为了保护小明而沦落到这种地步。害他们成这样的罪魁祸首是你，而不是我。你凭什么责备我？我无法保护小明，我承认是我懦弱，但是你呢？你不是承诺要保护小明的吗？可是在小明遭受危险的时候，你又在哪里？依我看，你早就躲得远远的了吧？你也就只会马后炮，在他们离开后才赶出来，还好意思说我懦弱？实际上你比我还要懦弱，你不仅懦弱，你还可悲，可悲的不愿承认自己懦弱。邵师兄愤怒地吼着，而对于这种废物的嘲讽，楚风根本不屑反驳，就像是看待傻子一样看待这邵师兄。你笑，你还笑得出来？笑吧，很快你就笑不出来了。他们并没有走，他们就在这附近，并且我已经将小明的通信符交给他们了，凭借那通信符，他们很快就能找到你，到时候我看你还笑不笑得出来。邵师兄恶狠狠地说道，原来那通信符是你给他们的。听得此话，楚风的那微眯的眼中闪过了一抹寒光，他知道这邵师兄懦弱，但却没有想过他这么卑鄙。难怪那波动是那些人发出的，原来通信符已经让邵师兄交给了那些人，这实在是太无耻了，这绝对是别有用心。幸亏楚风实力强横，那些人根本无法与楚风抗衡，但假如楚风实力卑微，不是那些人的对手，那么就在刚刚，楚风很可能已经就遭遇了不测，而这绝对要拜这位邵师兄所赐。是我给的怎么了？小明那熊孩子见到金竹林和银竹林的弟子来了，就死活不肯捏碎那通信符，哪怕自己被折磨得遍体鳞伤，却也不想连累你。但是他却也不想想他会遭遇这般惨痛的折磨，还不是拜你所赐。小明舍不得，我能舍得？这一切都是你造成的，你才应该遭受折磨，你应该为此付出代价。邵师兄说道。听到这里，楚风沉默了。原来不是小明没机会捏碎通信符，而是那孩子怕连累楚风，所以死活不肯捏碎通信符的。你这傻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楚风看着那结界阵中的小明，轻声感叹，没有责怪，反而是心疼。怎么不说话了？你是无言以对了吧？对了，你不是口口声声的说做人要有尊严吗？不仅要守护自己的尊严，还要帮着小明守护尊严。等那些人来找你的时候，你不就可以守护尊严了吗？我知道了，我知道你为什么忽然沉默了，你肯定是怕了。知道那些人要来找你，你都怕得快吓尿了吧？哈哈，
你果然是个无耻的懦夫，只会吹牛皮，但实际上胆小如鼠，连我都不如。见楚风不理他，那少师兄更是来了劲，尽情的羞辱起楚风，而见楚风竟然连骂他都不还口。废竹林的其他弟子也都是开始交头接耳的说起楚风坏话，觉得楚风就是个表里不一的懦夫，和他们一样都是废物。对于他们的咒骂，楚风不予理会，而是专心替小明和李想疗伤。而在他的专心治疗下，小明与李想也是很快恢复了知觉。楚风师弟，楚风师兄，睁开双眼，李想与小明发现楚风近在眼前，又发现自己的身体已然完好无损，他们觉得自己像在做梦。不过看到身下的血迹以及那粉碎的衣衫，他们便知道一切都是真实的。他们的确被那些弟子狠虐了一番，不过现在已然被楚风救了回来。楚风师弟，你快走！他们正在。这一刻，李想赶忙提醒，说话间还看向了邵师兄，眼中充满怨恨。显然他也知道邵师兄把通信符交给那些人，出卖了楚风的事情。不用多说，我已经知道了。楚风淡淡一笑，随后满怀歉意地说道：“让你们受苦了，不过我会替你们讨回公道的。他们从你们身上夺走的尊严，我会亲自帮你们拿回来。他们带给你们的痛苦，我也会加倍的奉还给他们。讨回公道，夺回尊严，你可真敢说啊！你有那个本事，你怎么不早点现身啊？你有这个本事，你倒是去找他们啊！你也就只能趁他们不在的时候，才敢说这种大话。”邵师兄讽刺地反驳道：“邵叔叔，你在说什么呢？怎么能这么对楚风师兄说话？他刚刚可是救了我的命。”小明说道：“救你的命，把你害成这样的，不就是他吗？你怎么可以帮着他说话，而不帮着我？这么多年，我是白对你这么好了，对吗？你真是一个小白眼狼！早知道你这样，我当年就不该把你带回来，而应该让你被仇人找到，和你的家人一样被他宰掉。”邵师兄怒斥道：“楚风师兄，你不要理他，他简直疯了！这不是我认识的邵叔叔。楚风师兄，你快走！先前邵叔叔与那些人说，是你帮我恢复的肉身，是你在挑衅他们，他把所有责任都推到了你的身上。如今那些人正在找你。”小明劝道：“天真的他，把一切都说了出来。是啊，楚风师弟，你快走吧。这一次不仅铜竹林和铁竹林的来了，就连银竹林和金竹林的弟子也来了。他们其中可是有不少武王强者，他们连我都敢动，简直是什么都不怕。若是遇到了你，肯定不会轻饶了你。”与此同时，李想也是开口劝道：“小明，你还记得我之前对你说过什么吗？”忽然，楚风对小明问道：“记得。楚风师兄说过，你在的时候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你会守护我的尊严。但是你不在的时候，你要我自己守护尊严，尊严不容许他人践踏，就算被打也不能求饶。楚风师兄，你放心，小明没有让你失望，尽管很疼，但我并未妥协，连一句求饶的话都没说。我的尊严就算没了，也不是自己丢的，最多是被践踏了而已。”小明笑呵呵地说着，似乎在为自己而感到骄傲。小明真是好样的，不过现在楚风师兄在了，我会从他们那里把你的尊严夺回来。”楚风说道。可是小明还是很担心那些人回来，楚风不是他们的对手。没有，可是我楚风说到做到。楚风说话之间，便将手摸向了乾坤袋，随后只见其乾坤袋光芒闪烁之间，便将那束缚阵法拿了出来。看着楚风手中的束缚阵法，小明与李想，包括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一愣，因为他们在这一刻似乎隐约间听到那光芒闪闪的球体之中发出了人类的声音。而就在这时，楚风将那束缚阵法向地上狠狠的一摔，只听砰的一声，那束缚阵法便破碎开来。这一刻，光芒闪烁，人影浮现，那来自其他几座竹林的35名弟子尽数出现在了众人的面前。我的妈呀，他们回来了！见到这些人，废竹林的众人皆是吓坏了，不仅是邵师兄他们，就连李想与小明也是如此。事实上，被他们残忍折磨之后，李想与小明对他们的恐惧比谁都要强烈。放过我们，放过我们！可就在这时，惊人的一幕发生了，那些人出来后，竟纷纷跪倒在楚风的面前，向磕头认错。这是怎么回事？见到这一幕，废竹林的众人目瞪口呆，尤其是那邵师兄，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前。这先前还凶神恶煞的人们，嚷着要让楚风好看的人们，此刻竟然如同孙子一般跪在了楚风的面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简直不合乎常理。要知道这些弟子之中，可是还有金竹林与银竹林的弟子，可是还有武王境的强者啊！你们该跪的不是我，而是他们。楚风指着李想与小明说道：“对不起，对不起，先前是我们不对，我们不该羞辱你们，求求你们，看在都是同门的份上，原谅我们吧。”而那些人此刻也不敢怠慢，纷纷向李想与小明磕头，并非是他们没有尊严，而是他们不敢不这样做。在见识过楚风的手段后，他们已经意识到楚风是一个深藏不露、极其可怕的存在。这样的人来到废竹林做弟子，恐怕另有目的，而另有目的的人就不是真心要留在落叶竹林。所以在他们看来，楚风就算杀了他们，也完全可能。面对这样的楚风，他们怎么会不怕？简直楚风说一，他们不敢二，完全照做。看着先前还对自己惨下毒手，但此刻却跪在自己面前，向自己跪地磕头，请求饶恕的人们，小明和李想都懵了。他们彼此互看一眼后，便一同看向了楚风，想要寻求答案。他们捏碎了我给你的通信符，我知道你们可能出事了，便急忙赶了回来。可是见到的却是他们，看到他们身上的血迹，我便猜测到你们已经遭遇了不测，所以我便把他们抓了回来。楚风如实说道。而听得楚风的话，再看到那些人的反应，废竹林的所有人都被惊呆了，脸上挂满了震惊之色。李想与小明还好，他们此刻对楚风除了佩服就是崇拜，觉得楚风真是厉害，竟然连武王强者也能制服。但是邵师兄等废竹林的弟子此刻的情绪可就复杂了起来，他们先前还觉得楚风与他们一样是懦夫，
甚至是表里不一的废物。可现在看来，根本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他们都猜错了，楚风不仅不是废物，并且还说得出、做得到，不仅有对付这些人的实力，竟然还将这些人给抓了过来，让他们跪倒小明与理想的面前，让他们向小明与理想磕头认错。这等魄力，简直超乎他们的想象。忽然，邵师兄一屁股瘫坐在了地上，他浑身发抖，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如雨一般自身体流下，先前的勇气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仿佛所有的力气都没了一般，如同死狗一样坐在那里。他怕极了，为自己先前对楚风说了那样一番话而感到后怕。他后悔到了极点，后悔他狗眼看人低，竟当众羞辱楚风。但到头来，楚风却是一个如此强大的人，强大到连这些为非作歹的人们也要跪在楚风的面前认错。不过，尽管后怕，尽管后悔，可他也知道一切都晚了。楚风如此之强，连他眼中的恶人都害怕楚风。他能够想到他将面临的将是怎样的下场。他得罪了一个连他眼中的恶人都不敢得罪的大恶人，他真是吓得不知如何是好了。